或许新一轮的世界大战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面对美国不断扩大的关税政策，继而引发全球的激烈反应，加上近年来各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恍惚间，我有种被拉回二战以前那个全球共识与信任退潮、支离破碎的世界的错觉。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但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呢？它除了有德国对凡尔赛条约中强加的战败惩罚的深刻怨恨，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等因素之外，当时德国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危机，亦是极端主义得以滋生和成长的重要前提。而当时包括德国在内的诸国经济为什么会迅速恶化呢？这除了有全球范围内投机过热、经济泡沫破裂的连锁冲击以外，更关键的是，面对经济危机，如同今日这般，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纷纷抬头，各国相继筑起的高关税壁垒，全球信任的崩塌，亦是让经济大萧条加剧、削弱和平秩序根基，把世界一步步推向全面崩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虽然在美国主导下于1924年正式启动的道威斯计划帮助德国缓解了因巨额战争赔款而濒临崩溃的财政压力，使德国迎来了一段被称为黄金的20年代的短暂经济复苏期。但由于这段德国的经济复苏极度依赖外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贷款，但德国仍在承受着高额外债负担，国内经济基础脆弱不堪之时，借由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美国为应对自身危机迅速收回海外资本，这使德国的外部融资渠道瞬间干涸，德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也随之迅速崩溃了。更致命的是，面对国内失业的飙升，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刺激国内经济与就业，还在1930年颁布了一部极具争议的法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提升至接近60%。尽管在该法案正式生效前，包括英国、德国、日本在内的35个国家和殖民地曾联合提出抗议，但美国依旧无视外界反对，执意通过该法案，由此点燃了全球贸易战的导火索，亦在深层次上对二战的爆发产生了重要的间接影响。最先给予美国回应的是它的北方邻国加拿大。1930年，加拿大2次提高对美商品关税，对当时占美国出口约1/3的产品，包括纺织品、农机、电气设备和肉类等核心产品，采取了报复措施。不仅如此，作为英帝国的重要成员，加拿大还主持了1932年于渥太华召开的英帝国经济会议，与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制定了以帝国优先为核心的特惠关税体系，致力于通过加强英帝国内部的经济联系来应对全球大萧条和美国引发的贸易战。在加拿大之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纷纷采取反制。法国从1930年起调整了对美国进口汽车的税制，将按价格计税改为了按重量征税，使得中等价位的美国车险成本暴涨近50%，几乎全面退出法国市场。而意大利不仅将美国汽车关税提高至了夸张的100%到167%，甚至还在报纸上发动舆论攻势，呼吁国人抵制美国产品，将购买者视为不爱国者。受这轮全球贸易战的直接冲击，加上经济衰退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出口额从1929年的54亿美元暴跌至了1933年的21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更是在1929年至1934年间下降了约66%，国际经济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对像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德国在关税报复中相对克制，但其进出口总额依然出现断崖式下滑，直到1935年以后才略有恢复。而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不仅德国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德国，全球格局亦发生了剧烈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未实现保护美国经济的预期，反而带来了更大且恶劣的全球影响，所以美国在1934年颁布了互惠关税法案，试图纠正此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恢复与他国的贸易关系。但遗憾的是，被撕裂的国际信任与合作共识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修复的。
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美国主动降低关税，寻求贸易重启时，国际社会的回应却极为有限，甚至到1951年，多数国家对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仍普遍高于1929年以前的水平。这说明国际信任一旦崩塌，重建的代价往往远远高于当初建立它所花的努力。而就当时的世界而言，更令人警惕的是，由美国带头兴起的孤立主义浪潮，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骨牌效应。此后，纷纷效仿美国的世界各主要国家也开始回避国际事务，优先处理本国问题。在这种各自为战的氛围下，被边缘化的集体安全机制，则为集权政治的崛起和他们不计国际后果的扩张行为埋下了深刻的伏笔。事实上，也正是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有着扩张本能的法西斯政权为摆脱自身经济困境，并在这种冷漠的国际环境中频频试探全球秩序的底线。1935年，意大利悍然入侵国际联盟成员国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公开违约，在莱茵兰重新部署军队。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而当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中选择绥靖，看似为世界争取到和平，实则却彻底暴露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失效与集体安全的崩溃。至于那些作为代价或筹码被推向深渊的国家，那不只是他们自身的悲剧，更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而当世界秩序回归丛林法则，往后的战争与浩劫并不再是偶然，而只是历史轨迹的必然延伸。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到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将近10年的历史跨度中，毫不夸张地说，是国际信任的持续衰退，助长了集权政治的不断壮大。国际信任作为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根基，当国际信任存在时，世界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合作，维持和平。这是一战后国际联盟可以诞生的前提，也是当下欧洲各国能够放下成见，组建欧盟这个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而当它缺失时，即使制度存在，规则也会被漠视，最终带领世界堕入混沌的深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法西斯政权敢于挑战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放眼2025年，全球秩序和国际信任所面临的挑战，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只增不减。屡创新高的全球债务、愈演愈烈的地缘冲突等现状，都在诉说如今的世界正处于暗流涌动的不稳定状态。而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本应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美国，却在关键问题上越来越多地采取交易型思维，频繁绕过多边机制，漠视国际制度，将共识与信任抛诸脑后。尤其是当下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更让人们不禁重新审视起1930年那部备受争议的法案，以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间接影响。或许所有人都低估了它的破坏力，或许如今的我们正站于90多年前那段极为相似的历史岔路口。当然，有人认为今日之世界与20世纪30年代完全不同，不应简单类比。比如那时的国际联盟形同虚设，而今天的联合国体系仍在运行。当时没有核武器，而现在的核威慑时代会倒逼各国做出更理性的决策。虽然这些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现实依旧令人失望。例如，联合国体系虽还在稳定运作，但近年来其在大国博弈中的无力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加沙冲突，联合国都未能有效制止冲突，维护和平。这证明多边机制正在失效，强权逻辑正在回潮。至于核威慑，它虽使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幅下降了，但它依赖于拥有核武器者的理性决策。可战争决策者能始终保持理性吗？尤其是在多边主义受挤压、单边主义盛行的今天，在焦虑、猜疑等极端情绪的持续作祟下，谁又能保证非理性行为绝对不会出现呢？事实上，就算全面战争不会爆发，当下以贸易战、金融封锁、技术脱钩为代表的经济战，其产生的破坏与代价，或许也并不一定会比传统战争小。就不断加剧的贸易战来说，已经有多个机构做出预测分析，全球衰退风险正在不断提高，全球 GDP 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0.3%到7%的萎缩。而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经验性观察，一旦一个国家的 GDP 下降1%，通常意味着其失业率平均就会上升0.5%左右。情况若越是极端，这个数据还可能进一步放大。而一旦失业率的数据走坏，社会稳定的削弱，愤怒与绝望又往往会成为滋生罪恶与极端思想的温床。历史已经无数次向我们证明，经济崩溃与极端主义间的距离并不遥远。总之，我们有理由对当下的全球形势做更谨慎的评估与对待。历史不会重复，但它总是惊人的相似。
或许没有人真的想要战争，但失控的山火又哪是瞬间出现的呢？是最初那一束束看似不起眼的火苗，最终才酿成了悲剧。文明的进步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悲剧，而如果文明的进步必须要有代价，那么愿这个代价不是战争，不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流离失所与沉默牺牲。我们不能奢望历史自动站在理性与和平的一边，我们唯有保持清醒与反思，才能避免人类一次又一次的从废墟里重新出发。